K 线西欧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那道指在分时上昨天出现了一个低开低走，低开低走之后呢，最低点达到了跌幅1%的位置，也就是33300点附近。达到这个位置之后，道指开始接力式上行，最终收盘于上涨0.31。那这样的震荡呢，影响了比特币的行情。我们甚至在早盘的时间看到了比特币走出了一轮小日线级别下跌动作。但是分析道指呢，我们首先要看它的日线级别，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波谷连线形成支撑，让上周五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出现之后，本周一走出了一个8阶阳线，8阶阳线后面的这根 K 线呢，我认为是一个干扰性 K 线，它和8阶的主阳线出现了一个平行动作，所以呢，依然处在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有了悟空阳线，有8阶阳线，未来的上行动作就可能走出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总而言之呢，道指始终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的情况下，比特币的回调动作，我认为是短暂的。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价格上来。那目前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高位震荡，昨天晚上的调整动作呢，是从凌晨5点啊，今天的凌晨5点到9点钟啊，这样的一个调整动作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的动作。那么我们知道啊，本轮行情它的小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看到啊，在日线级别上，日线级别的这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它依次突破了一个9月份波峰连线144均线、169均线，同时突破了19500美金形成的一个波谷连线啊，这个波谷连线是从6到11月份啊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连续发生突破之后，我们认为多头已经成功站立起来。站立起来之后，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我认为目前能够出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标志性的阳线是以1月20日的这根悟空阳线作为起点的。那么在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和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这个衔接处，我们认为它能够出现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作为调整啊。但是我们看到啊，这里的调整啊是在小日线级别上只有2根阴线啊，这就构成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阶阴线，然后8阶阴线被多头斩杀啊，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第二轮的悟空阳线啊，这个1月20日这里出现了一个第二轮的悟空阳线，所以呢，第一轮和第二轮衔接过程当中的调整它是不到位的，因此呢，悟空阳线啊，第二轮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啊，它走出了一个高位的快速调整动作，并且这个调整动作呢是比美股的调整动作的振幅要大的。但是这里面我们还不用过度担心，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小时线的结构呢打到小日线之后，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变盘，首先下杀诱空之后发生反弹，反弹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有一个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支撑线。那昨天跌破之后，行情依然在小时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啊，这个黄色线就是144日均线上方运行，因此呢，当前点位没有跌破22000点之前，我认为多头依然正在正常的发育啊，所以呢，对于比特币来说不用过度担心。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盘面啊，主要是以太坊，包括以太坊在内的很多主流币或者山寨币出现了一个快速调整，但是比特币的价格目前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很多主流币或者山寨币都容易伴随比特币出现一个稳定之后的快速反弹。因此呢，昨天的大幅调整啊，包括你参与的很多山寨币和主流币的快速调整啊，我认为是短时间内的调整，短时调整之后，行情还会有一个修复上行。然后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这个交易对我们在昨天晚间看到了一个快速下行动作，但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这个快速下行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条支撑位非常关键啊，是从21年5月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通过交点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在0.065附近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打到这个支撑之后，我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很快会出现反弹，这样的反弹呢，会让以太坊的上涨速度得到加快。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交易对。我们看到昨天晚间啊，对于以太坊来说，它是一个领跌的。领跌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行。那么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小日线级别上来看啊，
目前呢，以太坊对 USDT 已经跌破了小时线级别的144和169的这个支撑，同时呢，之前形成的这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这个结构呢已经完全受到破坏。但我们分析行情还是要把时间级别调整一下去看。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4小时级别144和169正在上行过程当中。这个上行过程当中的主要支撑位呢，我认为是在$1500附近那么昨天已经非常接近这个1500。我们要知道这个价格正在和底部的支撑做一个相交汇的动作，因此呢，目前在4小时级别上，以太坊是受到了支撑的，仍然在上行趋势当中更别提日线级别了。那么我们回到日线级别上，也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在经历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目前正处在一个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的过程当中。当然了，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的悟空阳线被杀死了，但是这个位置在$1500附近，这个位置上是处于一个筹码密集区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如果这轮行情以太坊能够做完它的4小时级别调整的话，行情仍然具有反弹的这个希望因为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我们就要把它的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1月9日是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然后走8节阳线。那么8节阳线已经走出来一点苗头之后后面的这根阴线呢，我认为是8节阳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那么有了多头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收的预期，我们就认为以太坊可能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收，最终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2000所以呢，多头仍然有希望调整了。目前来看，还是暂时性的调整那么对于Gala来说，我们看到它在形成一个高位的4小时级别收敛动作之后冲出了一个新高出现之后，由于焦点位我们看到它目前波动的这个区域处在一个焦点位这个焦点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上冲突破之后下杀回打下来，但是依然处在高位盘整的这样的一个箱体结构当中只要这个箱体结构依然稳定存在对于Gala来说就还有上行的一个需求原因昨天晚上很多主流币和山寨币都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调整，但是对于Gala来说，我认为它的调整的时机还是非常恰当的，因为这个位置它是在一个结构当中正常的一个调整依然处在一个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直线支撑范围之内因此呢，我认为在冲出一个新高做假动作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在焦点后方就是脱离焦点之后，仍然有机会走出上行动作。因为对于Gala来说，我们认为它的行情没有完全走完。首先是它是一个领涨的币种，在领涨过程当中，我们在日线级别看到了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那么当前行情仍然处在一个沙僧阳线范围之内。这个沙僧阳线呢，是从1月9号一直走到1月25号时间长达16天。在16天的过程当中，很多币种出现了一个冲高涨幅非常大的行情，但是Gala来说，它一直高位震荡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台阶，在台阶形成完之后对于Gala来说对于 GameFi 板块来说，还是容易走出完整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也就是这个位置上仍然容易出现一个唐僧阳线到达目标点位0.08。如果日线级别上涨吸收走完之后它的高点我认为更容易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目前周线级别上涨走出了一个8节阳线，那么后面的行情如果走出唐僧阳线的周线级别上涨的话目标点位是在0.11这是2个时间级别的分析，一个是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一个是周线级别上涨吸收，所以目标位给出了2个那么它的主要的压力位呢，大概是在0.06这里面有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一旦突破的话，我认为Gala的上行空间将要被打开特别是在底部放量价格抬升这是一个量价齐升非常好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对于Gala来说虽然昨天调整了几个百分点，但是不用过度担心依然处在一个合理的震荡范围之内依然有一个上冲的需求。APT 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轮行情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首先呢，我们看日线级别上。
它完成了第一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在这个区间上的小时线结构当中，我们看到啊，首先它形成了一个红色线的这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接近接口点发生变盘动作，这里的变盘动作包括一个诱空一个诱多啊，然后再继续震荡，形成了白色线的收敛三角形，然后在接近接口点的这个位置上啊，我们认为变盘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反弹，但是它的整轮行情呢，我们看到小时线完全没有跌破这个169均线啊，没有跌破的情况下持续上行。那么在目前的高位上啊，这两个延长线呢，我就不需要了啊。在第二轮的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走到哪儿了呢？走到了一个8件阳线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开始了一个新的小日线级别的调整动作。那么这轮小日线级别调整动作，首先呢，它做了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红色线标识了出来。然后呢，我用白色线标识一下它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个动作啊。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它同样啊，有可能做一个带延长线的这个白色线的收敛动作啊，在这个收敛动作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再度发生上行，因为它的上涨动作呢非常具有持续性啊，所以对它非常好分析。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做小日线级别调整啊，调整结构是从大开口收敛到窄开口收敛，然后发动突破之后啊，在高位上再度形成收敛动作，然后再度突破。目前对于 APT 来说呀，它已经打开了无限的空间，原因是它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解放了历史当中所有的套牢筹码，因此呢，它容易上涨啊，它的主要获利方向也是上涨。对于庄家来说，对于散户来说，都是一个通过上涨来获利的这个盘面。因此呢，对于 APT 来说，你只要小日线级别不跌破10.6美金啊，它这个上行趋势就不会发生改变。同时呢，在跟踪在追踪它的同时，我们要把这个小日线级别的这个114均线、169均线要做一定的延长。做了延长之后呢，你更容易把握它的一个支撑位把握一个支撑位，因为行情呢往往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动态的过程，你这个延长线呢也要跟上来，把它画出来，主动的去画上来，因为均线系统呢它是一个滞后的指标只有你把这个滞后的指标有预期的就像开车一样，有预期的提前做出预判才更容易把握止损位。然后看完止损位之后你同样要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到大的时间级别上来，这样呢，你对上涨就有一个更好的预期更容易在行情当中获利。对于 SNM 这种快速拉升几百倍之后的币种非常有趣有趣的原因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100倍的涨幅，0.14到13.865，刚好100倍的涨幅，100倍涨幅之后快速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它做了一个收敛性的下跌结构。就是这个白色线画出来的这个收敛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调整到日线呢会看得更清晰一些。调整的时间长度非常长，长达2个多月2个月调整过后以横带跌脱离了这个结构，脱离之后随着比特币的上涨，以太坊的上涨呢，它单独做了一个独立的行情，这个独立的行情上涨也非常过分达到了200%。2倍上涨之后，目前又处在一个调整阶段。那调整阶段，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级别我们要切到15分钟级别，目前它形成了一个底部的看似底部的这个位置。那么对于这个位置，我们应该有一个仓位有一个仓位之后呢，把止损设置在它的底带往下一点，就是0.084这里面设置一个止损。那这个位置上就有机会K 线我们看到是15分钟级别注意是15分钟级别，这个位置呢容易出现什么结构呢？容易出现15分钟级别的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上穿上方144和169，这样呢重新形成一个多头结构。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头结构呢，会做出平行于它上涨过程当中200%的这个上涨动作的一个平行结构所以呢，对于它的多头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我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种急速涨跌的币种因为它非常有代表性急涨之后急速下行，扣杀所有的追高筹码之后然后它再反复玩这个动作，往往是对这个上涨和这块的下跌呢，和这里的下跌呢，做出反复的回补完成之后然后再次发动下一轮因此呢，对于这种币种可以有一些仓位做一些布局因为机会往往会产生于一些特殊的行情当中。
然后还有很多稍微弱势的一些币种啊，像 ENG 啊这种啊，我们看到它K 线踩上了144啊，踩上144，踩上169之后有一些回档啊，但是我认为它的趋势呢依然是上行动作，所以呢，在以0.37作为止损的情况下啊，可以布局一些 ENG 啊，ENG 它是一个GameFi 的板块，也是 NFT 的板块啊，所以呢，这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板块啊，因此呢，它在回踩之后，可能会做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啊，并且呢，ENG 的趋势它比较缓和啊，走势比较缓和，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啊，所以呢，调整之后呢，它的整个趋势还不会改变，调整之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的机会啊，所以呢，重点对它进行关注啊，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啊，下方这个支撑线很快也会跟上来，所以它跌幅不会很大。跌幅不会很大，但是上涨趋势一旦成立的话啊，上面空间几乎可以看到翻倍啊，因为之前行情它最大的跌幅达到95%以上啊，因此呢它在这个位置上发动一轮反弹之后啊，第二轮反弹有可能做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动作啊，目标位大概是在0.58啊。更大的目标位呢，要等待它突破0.6附近之后啊，这是一个筹码密集区，突破这个位置之后呢，才能看到更大的一个上涨空间。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个一键3连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K 线吸收战法，感谢大家，再见。